大家好，今日咧就嚟到香港呢度出席小鵬嘅 XPeng Global Brand Night。咁呢度有 X9 啦，有 M03啦，P7啦。Alright, so 今天就受这个 XPeng Malaysia 邀请来香港这边出席这个小鹏的品牌之夜。那为什么会选在香港呢？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我才来到这里出席，也是另外一个中国品牌的豪华 MPV。电动豪华 MPV 的发布会，也就是极客，然后这一次也是小鹏主要是推荐这个 X9， 所以选在香港就是因为呢，香港是中国的豪华保姆车发源地，也就是说呢，在过去这个 Toyota的 Previa、Toyota Estima、Wildfire、Alphard 等等，在这边取得了非常压倒性的这个市场占有率。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的电动豪华保姆车崛起，我们看到香港的街头路上也越来越多这类型的车辆。当然，作为一个 startup company 呢，我们可以看到小鹏在过去几年他们推荐的车款都是跟其他的中国传统车企不同，因为他们走的是相对比较创新，他们 OTA 的次数然后他们车子的设计等等，他们更多强调自动驾驶，更多强调它的 software。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过去试驾了很多不同品牌的小鹏，确实是比较朝着 Tesla 那个方向，但是在中国这边，他们又可以更加本地化、更加在地化的去设计更加符合中国市场或者香港市场的这些车型。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这个邮轮的这个启德凯达的，以前是旧机场来的，后来变成一个邮轮中心。那我过去也在这边坐邮轮出去过好多次，所以他们就把它做成一个event hall、event center 这样子的地方啦。Alright，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台呢，就是小鹏最新的 M03。那据说这一台车子现在在中国国内是卖到非常的好。可能售价比较亲民，然后整体的配套、续航力等等都比对手还要来的划算。然后 P7 呢就是一个最新的一个 sedan 啦，然后再来这个 G6 它是2025的 edition， 然后它的有一个不同的就是你注意看呢，它的这个引擎盖上面的 logo， 本来 logo 是在这边的，现在 logo 是跑去后面。当然2025 edition 它还有非常多的东西，不只是在这个款式。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G9 right， so 顾名思义 G9 肯定是比 G6 要更加的长，更加的大。然后它也是采用了一个2025 edition， 就是比较新的设计语言，这个同样是 left hand drive 的 version。 然后再来呢就是 X9， 但因为现在是香港时间差不多6点的时间，太阳已经要下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灯光看起来不是很理想，就暗背光这样子啦。Alright， 现在走过来车尾这边看起来就比较好一点的那个灯光，至少不是背光啦。所以这个2025年版本的小鹏 X9 呢，我看到它的后面呢是有这个小鹏的它的智慧发光的，就是红色这样子。2025前有没有我要再去查一查。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小鹏 G9， 它同样是贯穿式的这个 LED 车尾灯，然后它里面还有一点这个 pattern 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个 G6 2025年的版本。然后今天是现场是一个算是媒体日了吧，非常多人。P7 Plus， 可以看到它用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然后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它这边有2个镜头，按下它是一个掀背式的。掀背式中有一点wagon 这样子的造型，很容易放东西。同样这个 P7 Plus 目前还是一个 left hand drive 左舵的版本，方向盘在左边的。然后就回到来这个 M03， 刚才我讲的这个它的外观造型后面就我觉得比较看起来比较没有这么高级啦，就是那个有点奇怪啦。我们看的boot打开。它同样是一个掀背式的 hatchback， 它不是那种 sedan， 只是尾门开起来，整片玻璃都是掀开来。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也是一样 left hand drive 中国限定中国的版本，因为这种要首先在中国市场取得 volume 取得成功，然后才会开始去考虑要不要发布在海外市场你知道吗？各种不同的 market， 然后再去做一些国外组装的版本。现在现场是有这个乐队在唱歌。对于整体的气氛是非常好的，但对我们内容创作者来讲，这是最不好的，因为他唱的歌有可能会害到我们的影片中到
music 的 copyright 这样子里面是有明星还是网红艺人在里面做直播，然后现场就涌入了很多的这一些围观的人群，但是我不确定这位艺人是谁了。OK， 我现在看到他是谁了，这个就是来自台湾的阿美族歌手我讲错了，他是向佐。当然，现场的焦点呢，就是小鹏的这个所谓的飞行车，它就是一台车子，然后就结合它的这个飞行车，那从这个角度就能够更加清楚的看到这个所谓的飞行车，还有这个飞行器旁边的车子这边的车牌版这边写着陆地航母，它是由小鹏汇天，就是小鹏 Aero 所打造的车子，所以你注意看这边有一个 badge 写着6×6×6，它不是一般的 4x4。近距离看的话呢，它就是好像 Cybertruck 这样子的不锈钢车身外观，非常的坚固。然后你再往后退，你会发现到它是有6颗轮子，可以说是有3个车轴啦，3个轮轴这样子。所以因为它后面这个部分它是要来装那个所谓的飞机啦，所以它是飞机跟车子是一体化、一体式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全新的 concept。然后根据网上资料呢，其实小鹏汇天的这个飞行车也是全球最最接近量产状态的一个飞行车这样子。Alright， so 现场的人越来越多，也很难在这边根据我的节奏来拍影片所以等下我们等到这个正式的发布会的时候，我会坐在台下跟大家记录整理这个小鹏的创办人会发表一些什么样的致辞演讲样子Let's go。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走出中国内地，走到全球。我们期望能够办一场 for 全球的发布会。在那个时候，小鹏成为了香港上市的智能电动汽车的第一股，非常开心。在那个时候，让全球更多的投资朋友们看到了小鹏代表中国智能电动汽车能够走向全球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在今天之前，我们认真讨论了这场发布会到底应该放在哪？我们讨论了伦敦、曼谷、慕尼黑、新加坡，甚至悉尼，但最终我们选择把第一场全球发布会放在香港，因为我们相信香港是小鹏汽车连接全球的窗口。小鹏是谁？小鹏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怎么由来？在内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小鹏这个名字实际上过去广受争议。为什么？因为这个名字实际上是我的名字，是一个中国人的人名。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中国的造车新势力三傻，这个蔚来、小鹏、理想，他们都说他们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名字。为什么你叫个小鹏？实际上某种角度，我真的是觉得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就像海外的博士，甚至或者像福特，越来越多以来自于人民的品牌走向全球。我们相信这是一种责任，这是一种信仰，这也是一种对未来的期盼。那么小鹏在海外我们怎么叫？我在这里特别想说，小鹏在全球我们不叫小鹏，我们叫 X 鹏，因为 X 代表小鹏对未来、对科技、对探索、对 AI 的一种全新的诠释。小鹏的基因从来就不想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公司，我们期望做成一个对未来出行的探索者。我们期望不断的探索未来的科技创新产品，我们期望不断的让高科技能够向善，能够让高科技平权。这是小鹏在取名中间一开始的想法。回到2014年，这是小鹏汽车成立的初始，当时是一群互联网人和一群汽车人联合组成的创业团队。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造车非常的困难，而且我们当时是在一个车库创始、创业、发展。在那个时候，我们连空调甚至都不有。但是实际上，真的我们看全球的科技公司创业的历史，太多的伟大的科技公司，例如 Apple、Google、Microsoft， 他们都是从一个小小车库开始起家的。对于小鹏来说，我们也期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能够成为这样一家更伟大、站在全球的科技公司。在10年以前，当我们刚刚进入到汽车的行业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
很多的汽车公司都是在做集成，做一台车大概需要300多家这个集成的伙伴。但是换个角度，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科技公司以及全球的科技公司里面，特别多的公司都在做深度的研发。所以小鹏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就是做一家有自己深度创新的公司。我跟我的另外2个创始人，包括今天到场的韩瑞还有何涛，我们一起都下定决心在智能、在电动上深度研发。经过了10年的研发之后，我们看到现在在中国、在全球越来越多的汽车公司都已经开始做深度的端到端的全站研发，并且进行跨域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够带给用户更好的体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媒体朋友们问小鹏为什么最近几年中国的汽车好像做得比以前好啊，质量也好，科技也好。我相信科技、科研投入是最重要的元素。当我刚刚开始决定造车的时候，很多朋友们都不认同。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大家觉得汽车是一个实体制造业中间的明珠，也是最困难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我们在那个时候选择了什么？我们选择了一定相信，除了新能源是未来，我们还相信智能化是未来，智能驾驶一定会深刻的改变世界。所以小鹏跟绝大部分电动汽车公司不同，我们在一开始选择了智能化是趋势，智能化是未来。也就是2014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只有0.3%，而在2024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月度的渗透率超过了50%。而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10年以前，中国的 L2 级，我认为是低阶的智能驾驶渗透率小于1个点，但是在2024年达到了55.7%。这2个数据都看到，在中国过去的10年，无论是新能源，无论是智能化，都正在进行时代巨变。快速跟大家回顾一下小鹏汽车在过去10年里面的一些历程。2018年，我们的第一台 G3 搭载 L2 级自动驾驶智能泊车的车上市。在2020年，小鹏的 P7 正式上市，标志着小鹏特殊的汽车美学横空出世。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中国造车新势力首个突破10万台量产的公司。在2020年的8月跟2021年的7月份，我们在香港、美国双重主要上市，成为了首个在中国香港跟美国纽约双重主要上市的中国公司。我记得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艰难的，真的是。我们在纽交所敲钟的那一天，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小姑娘，就是我们团队负责投融资的，他们在现场就真的是一群人哭了，因为在那个时候造车新势力本来是非常困难，有巨大的资金的挑战，但是特别感谢那个时候很多的投资人朋友和很多的车主朋友们坚定的支持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今天持续继续努力去造更科技、更酷的智能电动汽车。我们在2022年G9上市，这翻开了小鹏全新的一页。这一页既是对小鹏过去的时间在创业0到1过程中间的挑战，但是也重新打开了小鹏对于高端智能电动汽车的全新的一页。G9获得了北欧、中东非中大型纯电 SUV 销量冠军。我们在2024年，我记得我在德国去问我们的经销商朋友们，他们既卖奔驰也卖小鹏。我当时觉得，我说小鹏给你感觉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我本来以为他会觉得我们很科技，或者说他以为我们的成本做得很好，但实际上他告诉我，他说我觉得首先质量非常高。他说我们家族卖了奔驰100多年，我是第5代竞争者，但是我没想到质量非常的好。第二个，他也告诉我，他说小鹏 G9 的颜值的设计非常的棒，他们很喜欢。在2023年，小鹏 G6 还成功上市，我们在那个时候带来了第一个把高科技平权这个词带给了大家。小鹏 G6 是第一个800伏
高压碳化硅的平台，第一个上线了在中国的全场景自动辅助驾驶，第一个把12000吨前后一体化压铸技术带到了一个20万级别的车型。在上市的当年，G6成为中国20万级别纯电汽车的销冠。我们在最近把G6带到了新加坡，1个月就成为了纯电 SUV 的 Top 3。在泰国，同样 G6第1个月就超过了 Model Y 的销量。我相信这是小鹏让更多人体会到科技平权的意义跟科技的乐趣。在2023年，德国的大众集团，他看了当时中国市场上基本上所有的智能汽车品牌后，他最终选择了与小鹏开始合作。那么这实际上是中国车企首次实现对全球车企巨头的一个技术的反向输出。在过去我们都看到是全球的技术、中国的制造跟中国的市场，但是从小鹏开始，我们跟大众的合作是中国的技术、中国的市场。那么这一次合作是对大众对小鹏创新技术实力的高度肯定。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呢，这是我们跟大众中国拍的照。这个实际上我们还有跟大众集团拍的照，我都没有拿上来。大家是很难想象，跟平均身高1.9米以上的5、6个兄弟们拍照的感受是什么样，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把那张照片放上来。对，浓缩是精华，我特别赞同谢谢。在过去的从2020年下半年，小鹏仅仅进入北欧的挪威，以及在过去的3年里面，小鹏主要就在北欧的这5个国家里面去努力。但是在2024年，小鹏开始加速。小鹏在2024年进入全球30个国家跟地区。我们去年2024年在欧洲的4万欧元以上的高端纯电车型，我们很开心，销量位居中国的品牌的第1。我们也是中国造车新势力所有企业走向全球的销量第1。在2025年将是小鹏国际化战略全面提速的一年。未来的10年，我们期望小鹏汽车有1半销量来自于全球，力争成为中国中高端新能源品牌出海份额的第1。在2025年的1季度，小鹏再次成为了中国造车新势力的销售冠军。每年的1季度都是销售的淡季，我们不光实现了销售淡季的第1名，而且更超越了以前小鹏所有的旺季的最高销量。在今年的1季度，小鹏的同比的增长达到了300%以上。在中国新能源的全部的品牌的销量里面，我们也拿到了第7的排名。我相信下一个10年里面，中国的汽车产业会非常残酷的竞争。我甚至会觉得只有5到7家有可能幸存。今天小鹏还仅仅排在第7，所以小鹏会继续努力，不光要做好科技，更要做好全球。还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所有人的支持，谢谢。小鹏在全球有9个研发中心，超过24000名员工。在小鹏刚刚创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即使在很小，我们在第1年就在硅谷设立了研发中心，并且坚持到现在。我们仍然是在硅谷扎根了中国造车新势力的车企。我们将持续拥抱全球化，推动科技的创新继续向前发展。Alright， 因为刚才结束的时候兵荒马乱你知道现场人很多，然后我们又匆匆忙忙赶上我们的 bus 回到来酒店这边，所以我的影片还没有做一个 ending。其实我录了差不多，他整个演讲是从7点讲到9点，现在差不多10点钟，我要去吃饭了，因为还没有吃晚餐，肚子饿了。Okay，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就这样看。